眼前的男人身高8尺，起床就有大群美丽的少女服侍，他就是埃及神灵荷鲁斯。在众神的统治下，人民安居乐业。此时是诸神庆典，老国王即将传位给自己的儿子，诸神都献上了自己的礼物和祝福。然而一声号角吹响，沙漠之神赛特带着红甲军团进场。赛特的来意直截了当，就是不甘心这个整天花天酒地的家伙加冕为王。赛特直接挑战国王，然而老国王表示不会对自己的兄弟动武，但迎接他的是背叛和致命的一击。愤怒的荷鲁斯持枪冲向赛特，然而蓄谋已久的赛特早就制作了克制荷鲁斯的武器，盾牌上的铜镜干扰了荷鲁斯的神眼。荷鲁斯被久经沙场的赛特轻松吊打，眼见不敌，荷鲁斯大吼一声，变身鹰头天使的状态。赛特也毫不犹豫，直接现出狼头人身的死神真身。第2回合开始，两位神灵的战斗继续升级，天上地下到处是他们的战场，四周的神殿都给打得七零八落。赛特故技重施，地上的士兵举起了铜镜盾牌，闪瞎了荷鲁斯的神眼。赛特一击将他锤翻在地，凶残的沙漠死神直接挖出了他的神力之眼。眼见荷鲁斯即将遭遇毒手，爱神用自己换取了他的性命。失去了一切的荷鲁斯被流放到远方的陵墓中。篡位后的赛特残暴不仁，他大兴土木修建陵墓，奉行弱肉强食的他宣布，按陪葬品的多少决定人类死后是否能进入天国。从此富人死后享受永生，穷人则飞灰烟灭。贝克是一名出色的盗贼，他的女友萨亚正在贵族家里当佣人，他的主人负责给国王督造陵墓，无法忍受赛特的残酷统治。萨亚希望能救回荷鲁斯，他们在贵族家里发现了金字塔的设计图，荷鲁斯的一只神眼放在其中。贝克趁着守卫运送宝藏的时候偷偷潜伏进去，金字塔里面陷阱重重，仅仅是影子碰到都会触发机关。贝克高举火炬，尽量缩小自己和影子的范围，躲过了第1关，但是第2关的陷阱竟然自动触发。贝克靠着敏捷的身手左躲右闪，险之又险地躲过了机关。第3关就没有攻略了，纯粹拼速度。贝克一个刘翔附体，终于拿到了荷鲁斯之眼。满心欢喜的贝克等来的却不是爱人的笑脸，他们的行动已经被贵族老爷发现，贵族下令处死他们。贝克高举荷鲁斯之眼，神木放出耀眼的光芒，他们趁机逃出。然而两人还来不及高兴，萨亚已经被贵族一箭穿心。看着死去的爱人，悲伤不已的贝克拿着神眼去寻求荷鲁斯的帮助。取回神眼后的荷鲁斯告诉他，神灵也无法复活萨亚，但如果贝克能帮他夺回王位，作为国王的他才有资格命令死神阿努比斯复活萨亚。两人登上高山，来到远古的祭坛前，向创世神拉神祈祷。拉神回应了荷鲁斯的祈祷，神力加持下，他完成了变身，带着贝克飞向了拉神的飞船。空中可以看到，这个世界是地心说的世界，飞船拉着太阳在周行运转。然而拉神却表示，诸神世界都是他所创造，他并不会参与诸神之间的争斗，而且他也有自己的责任。眼前的世界吸引着黑暗之蛇的觊觎，拉神必须在此驱除黑暗之蛇的入侵。没有办法，荷鲁斯只好自己对抗赛特。他在拉神的船上取了圣水，圣水可以熄灭赛特的力量之源沙漠之火。地上的赛特已经发现神眼失窃，他派出手下祭司骑着2条巨大的毒蛇追杀他们。但是荷鲁斯毕竟是可以问鼎神王宝座的神灵，虽然神木不齐，力量被削弱，也不会被这种喽啰干掉。趁着一条蛇被贝克吸引，荷鲁斯跳上了蛇头，几下撂翻了女祭司，将她捆在蛇背上，和巨蛇一同冲下了悬崖。剩下一条巨蛇还想逞能，爱神不急不慢地走了过来，直接对他说了一句：“你很冷啊，需要热一热。”巨蛇很果断的就把自己给烤了。一行人来到沼泽之地，他们的目标是智慧之神托特。此时的智慧图书馆里，智慧之神分身无数在记录知识。起初托特也并不想参与王权争夺，但架不住贝克的激将法。一行人来到沙漠深处，赛特的沙漠之火就在眼前的金字塔里。面对重重机关，见猎欣喜的盗贼直接冲进了金字塔。身手敏捷的贝克飞速跨过障碍，关掉了机关。此时挡在他们面前的是狮身人面斯芬克斯，回答不出他的问题就会被他吞噬。当然，这点考验对智慧之神就是笑话。赛特的沙漠之火就在眼前，正当他们要动手时，一个机关将荷鲁斯关在里面。一只大手硬生生地挖出了智慧之神的大脑，这是赛特布下的陷阱，一切都在赛特的计算当中。赛特利用他们引出智慧之神。正当贝克捡起圣水要熄灭沙漠之火时，赛特取出了萨亚的项链。他告诉贝克，即使是神王也不可能复活死者，荷鲁斯只是在利用他而已。趁着贝克分神，赛特夺过了圣水，倒在地上，享受着众人悲愤的眼神。赛特缓缓地离去。眼看金字塔即将崩塌，荷鲁斯爆发了神力挣脱了陷阱。他举起一个轮盘，带着2人逃出了金字塔。爱神有一颗仁爱的心，他知道自己无法拯救萨亚的生命，但他那珍贵的手镯至少可以让萨亚能去到一个死亡世界，而并非魂飞魄散。爱神将手镯交给
了阿努比斯，自己却因失去手镯庇佑，被拉入了冥界。城邦中的赛特已经在打造最强的神躯，为了这副躯体，他甚至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守护神，斩下了他的翅膀，再加上神王的心脏、智慧之神的大脑以及荷鲁斯之眼，如此强大的身躯，就是为了对抗众神之父拉神。强大的拉神起初还能压制这个镊子，但是赛特此时获取的是多位神灵的力量，他成功击败了拉神，夺过了太阳神矛。金字塔顶赛特竟然主动召唤黑暗之蛇吞噬世界，他的目的就是让世界重归混沌，然后由他来重建秩序，登顶永恒。恐怖的巨蛇铺天盖地，世界的一切物质和法则都在慢慢重归混沌，甚至影响到阴世，亡灵们的转世之门都受到了波及。即使知道不敌，荷鲁斯两人也义无反顾地飞向了金字塔，叔侄两人再度对决。然而战斗并不是仅靠勇气就能解决的，荷鲁斯节节败退。就在赛特即将撕破荷鲁斯的喉咙的时候，贝克用绳索救下了他。赛特惊讶于这个一次次干扰自己的渺小凡人，直接变成神躯将他撞到墙上，没想到贝克竟然挖出了他的神眼。气急败坏的赛特将他扔飞出去，飞到空中的贝克将神眼扔向荷鲁斯，而自己也即将从金字塔顶掉落。这边的荷鲁斯面临两难的选择，一个是一路帮助自己的战友，一个是恢复神力的宝物。最后他竟然放弃了神眼，冲向了贝克，但是赛特将两人都打下金字塔。坠落空中的荷鲁斯竟然在身躯还未完整的状态变身神躯，原来神灵的神力不只来源于神器，守护子民才是神力真正的来源。觉醒的荷鲁斯无比强大，两位神灵最后一次战斗，赛特手持神矛不断发出神光射向荷鲁斯，但毕竟荷鲁斯是真正的天空之神，他将赛特引至金字塔里，然后利用视角盲区一个冲撞把赛特击飞，将他的翅膀撕了下来。坠落塔底的赛特再也无法维持神躯，荷鲁斯终结了这位暴君，他将神矛放回了拉神身边，神器的力量唤醒了这位创世之神，他再一次举起神矛驱逐了黑暗之蛇，一切终于回归原位。终于登顶的荷鲁斯竟然将王国交给贝克打理，而自己踏上了找寻爱神的旅程。